为什么女生在30到35岁这个年龄段，她的心理问题最容易爆发？答案是什么？就是你正在觉醒，而没有任何一种觉醒它是不带痛苦的。从心理学上来讲，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经济。我们在30岁之前，所有的关注度其实都是在工作上，怎么样让自己的事业稳定，自己的收入稳定。就算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感情的失败带来的这些情绪，都会因为要面对现实生活而跟这种情绪去对抗，哪怕是打碎了牙你都得往肚子里咽。而30岁代表什么？代表着你进入社会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工作稳定了，收入稳定了，可能还有了一定的积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经济独立的。有一句话说，饱暖思欲，当你吃饱了饭，穿暖了衣的时候，你的情欲，你的精神世界就会被打开，你的自我意识就会开始初步的觉醒，你会突然意识到，我的前半生好像没有为自己而活，我失去了太多自我的权利。比方说你小时候，你需要依靠父母给你经济基础，给你物质条件来生活，无论父母怎么对你，你都得去忍受。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失权的，你的情绪表达权被没收了，父母想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你的自我意识是被压抑的。那后果是什么呢？会移情。一旦进入到恋爱当中，你就会强烈的想要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希望别人能够看见你的情绪，理解你的情绪，满足你心里面所想的需求，所以就会导致你特别容易因为对方看见你的情绪而上头。一旦他接不住你的负面情绪，或者他不回应你的情绪，这种落差就会给你带来很强烈的失控感。我的情绪表达权又没有了，这种失权就会产生执念，然后你一定会开始死磕内耗，一定要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如果你的心智没有成熟起来，你承受不住这种失控感，甚至很多社会问题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那这种无法适应环境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最后你就会大爆发。第二个原因是生活模式。其实3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年龄，有的人结婚结得早，可能为人妻为人母，她的家庭要兼顾，同时父母也慢慢的变老，她也需要去扮演好一个女儿的角色，要去兼顾父母的情绪，同时事业也在一个非常尴尬的转折点，可能面对现在的经济环境，随时害怕被裁员，也希望自己有事业上的突破，可能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牛马。真正让他们焦虑的是属于自己的这一部分的时间非常少，但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在而立之年之后，我们确实是需要去扮演更多的社会角色。所以真正在这个年龄段让我们产生焦虑的，就是我们好像被没收了享乐的权利。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之下就会非常的矛盾，一方面想要拥有自己的生活，什么都不管，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面前你又不得不去做，这种冲突会让自己无比的焦虑。一旦在这种关系网当中长期的看不见，长期的不理解，最后这种积压的这种情绪绷不住了，就会大爆发。所以解决这种焦虑的情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时间管理，让自己的时间颗粒度足够的小，让自己的每一天过得足够的充实。既然我改变不了现状，那我就去优化现在的现状，让我整个扮演这些角色，在完成这些事情的过程让它变得通畅，让我自己的情绪舒服。其实99%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都需要去承担这样的角色。有的人开心，有的人不开心，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是把时间花在焦虑上，还是把时间花在解决具体的事情上。事情解决得越快越通畅，留给自己的时间才多，偷得浮生半日闲。其实每个人都如此。第三个是心理模式。女生走到这个年龄阶段都是会有一定阅历的，什么该见的不该见的，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其实都见过，都经历过了。尤其现在互联网还这么的发达，我们就会在心里默默的对比，什么才是被正确的对待。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理模式就会被改变。比如说小时候父母对我们要求很严格，非常的严厉，我们会认为所有的父母爱自己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会认为这是父母给我们的一种爱。但长大之后，你有了自己的孩子，或者你看到了很多的父母对待其他的孩子，你就会发现真正的爱是接纳。这个时候你就会触及到一个所谓的真相，你觉得父母从来没有给过你真正的爱，没有爱过你，你会开始跟原生家庭对抗，这个就会冲击到你的心理，让你非常痛苦。再比如小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和长辈所教育我们的，都是在告诉我们稳定踏实是最幸福的，所以就会把自己禁锢在大脑认为安全的氛围里。那么
当你长大之后，谈恋爱之后，你发现同龄人其他的女生都很洒脱，都很清醒，对于感情都很有决断力，那这个时候就会对你的心理模式产生冲击，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曾经在追求的这种稳定和踏实是不是本身就是错的。一方面你看自己的这一段感情，你的感受告诉你我并不快乐，你想要结束，但另一方面又会觉得如果我现在稳定的这种生活状态被打破，我就再也不会幸福了，所以做不出决策，脑子里面不断的冲突，就会焦虑内耗。而这一些心理模式真正带走的是你被爱的权利，你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或者说从来没有拥有过爱的人，产生自我怀疑。最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你的认知已经远远超过了你所处的环境，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以前没有发觉的问题，现在好像都找到了原因，但是因为没有接触过系统的专业的知识，从而让自己发现了问题，找到了原因，但却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想去做却无从下手，想改变寸步难行，画地为牢，最后就爆发了很严重的情绪问题。所以想要去疗愈自己，首先就需要对外界的信息有钝感力，不要去寻找太多正确的原因，也不要去寻找太多合理的原因，深度的学习，深度的自我探索，自己去设定自己幸福的标准，自己来爱自己，去建立自己的内在力量，关注个人成长。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合自己的人际交往方式，就省去了80%的麻烦。